周董前两天又 hold 了一条动态啊，在巴黎的凯旋门。周董现在是追着整个这个艺术的尖端，一直在跟随着艺术事件。周董是参透了，周董，你有关注这条新闻吗？这个其实是为了纪念这位艺术家，是他之前的一个愿望。去年刚刚过世，是一对艺术家的夫妻，克里斯托和珍妮·克劳德，真的是在当代艺术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两个人啊。我觉得对他背后表达的这种东西和这两位艺术家对创作的这种立意，我是非常非常的欣赏。所以我立马上网去买了一本他们的书。他们身上有很多传奇的地方，就比方说每次采访克劳德的时候，他都会跟记者说我们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，甚至是同一个时间同时出生的，但是我们是不同的妈妈。人家就会问他你怎么走上这个艺术道路，他说就是因为我认识了克里斯托，我丈夫，如果我的丈夫是一个牙医，那我也会成为一个牙医。还有一点挺让人尊重的，就是他们曾经说过，说我们一周工作7天，非常专注非常投入，这点也很让人钦佩。就在前2年在 South Wales 那个 Art Gallery 有他们的展。你说到这个，其实他们在澳洲做过一个，就在 Little Bay， 他那个作品就叫包裹海岸。突然觉得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近。我们说到克里斯托本人，他出生在保加利亚，因为战乱迁徙到了巴黎定居。他早年就是画肖像画为生，后来怎么就逐渐就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，独特的一个表达方式，就是用包裹的形式。大家可能比较容易解读的是这个包裹，很直观，很容易描述他整个作品创作立意，深深的打动了我。他曾经说过，就说他的这些作品有3个很重要的特点：不能被买卖，不能被收藏，他也不会再出现。他说了，我的这些作品只属于他的那个时代。他主要从事的艺术项目叫做大地艺术，也被翻译成地景艺术，叫 Earth Art。整个的艺术创作的地点就是在户外，无论是在某个建筑也好啊，在一个自然的场景也好，是可以跟受众直接联系的。其实出售限于说他的整个的构思、草图啊、效果图啊、当年的手稿啊，这些东西是他售卖，而且这些其实是作为他整个项目的资金来源的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他做这么大的装置艺术，所有资金来源全部来自于他自己，这也是他坚持的一个点。他很多展出可能就10几天、20天就要撤掉，就比如说他包括德国的那个贝莱扎，包括一些峡谷，他做那个帷幔贯穿整个峡谷，还有在洛杉矶就插了好多伞。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看了一个小的纪录片，他们当年做纽约中央公园的那个项目，从整个的 idea 产生到最后整个项目建立完成，这中间经历了马拉松式的长跑，你要跟各方面的势力去进行沟通，权益上的较量，比方说他们跟这个纽约市长的沟通， Central Park 的领导的沟通，纽约的一些社会人士的沟通，他们在整个的项目推进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质疑，受到了很多的阻碍。大家诟病最多的点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。他当时的预算是500万美金，到最后这个项目完成其实是花了2000多万美金，这么巨额的一个数字，然后说你要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步道里面建总共7500个门，它是一个自然景观，你为什么要去再建一些这种东西去破坏它？当时克里斯托他的反驳的点说，他说首先这个钱是我们自己出，其次纽约的中央公园本身就是一个人造的公园，所有的植物都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。当别人问他说这个东西你做的目的是什么，克里斯托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，就在我脑海里不断萦绕的一个项目，我一定想要把它完成，我有这样的一个执念。从客观来看，他的项目无论是刚才你提到的他德国国会大厦那个项目，当时他其实是在柏林墙推倒后这个项目诞生，它是有一个社会意义，有一个历史意义在的。包括像纽约这个项目也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，在这个时间点上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项目，它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些社会意义在。特别是他说这些作品它只属于他的那个时代，这句话就是意义非常的深远。那你说其他的艺术家存世的这些作品，你说他们就是永恒的吗？如果你再把这个时间的维度再放大，人类是永恒的，地球是永恒的，就是其实它都是一瞬间的东西，只是看你的参照是什么。我觉得他理解到这以后，心胸的这种广大程度就已经非常大了。所以说他的作品只能用自然大地才能装得下。